感谢您来到历史催眠曲。如果您睡着了，请来点个赞和订阅，明天继续陪您入眠。现在，请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，可以躺着，可以靠着，可以闭上眼睛，也可以半睁着，让身体慢慢地沉下去，像一块石头沉进水里。不要急，不要用力，不要去想任何事情，你只需要听着这个声音，听着这些字，听着字与字之间那些安静的缝隙。你的呼吸会自己变慢，你的眼皮会自己变重，你的脑子会自己放空。你不需要配合，不需要努力，不需要记住任何东西，你只需要在这里，在这个声音里，在这个夜晚里，在这片你从未去过但此刻就在眼前的草原上。好，我们开始。那个罐头的形状，你大概已经猜到了，它是圆柱形的，不高，大约你手掌的高度，直径比你的拳头宽一些。铁皮是灰色的，不是亮银色，是一种灰扑扑的，带着细微划痕的灰色。在西部草原上的杂货铺里，这种罐头被堆在木架子的最底层，一排一排的，像列队的士兵。罐头表面没有彩色标签，没有漂亮的图画，只有一张泛黄的纸，用劣质的油墨印着几个字：烤豆子。纸被胶水粘在铁皮上，边角已经翘起来了，露出下面生锈的金属。有的罐头在运输途中被磕碰过，罐身上有一处凹陷，凹进去的弧度刚好能放得下一个拇指。你拿起一个罐头，能感觉到它的重量，不重，但沉甸甸的，因为里面装满了东西。铁皮冰凉，摸上去像冬天早晨的马镫。你把它翻过来，底部压着一行凸起的字母，那是工厂的名字和产地，不是波士顿，不是纽约，是圣路易斯或者芝加哥。这些罐头从东部的工厂装上火车，穿越半个大陆，经过几周甚至几个月的颠簸，才到达草原上这个只有10几间木屋的小镇。他们被卸在杂货铺的门口，码成一座小山，等着那些刚赶完牛的，口袋里叮当响的牛仔们来买。牛仔们买罐头的时候不会挑，他们直接从架子上抓几个，摞在一起，抱在怀里，走到柜台前，往台面上一放。铁罐和木头台面碰撞的声音是闷的，咚的一声，不脆不响，像一个拳头打在沙袋上。杂货铺老板用粗布抹布擦了擦罐头表面的灰，然后慢吞吞地拨打算盘。牛仔不会等，他的眼睛已经飘向了柜台另一侧的烟草和威士忌。罐头不重要，罐头只是罐头，重要的不是罐头本身，而是罐头里面的东西。有一种罐头，它的铁皮比别的厚一些，你用手指敲它，声音不是叮叮的，是咚咚的，像敲一堵墙。这种罐头的盖子需要用开罐器撬开，不是那种简单的拉环，西部早期的罐头还没有拉环。开罐器是一个带尖钩的金属片，你需要把尖钩刺进罐盖的边缘，
然后一下一下地撬，每撬一下，铁皮就发出一声尖锐的呻吟。这个声音很刺耳，但在草原上的营地里，这个声音意味着晚饭快好了。营地里的其他牛仔听到这个声音，会抬起头，朝火堆的方向看一眼，然后又低下头，继续削他们手里的木棍。罐头盖被撬开之后，里面的东西露出来了，豆子一粒一粒地挤在一起，被一层浓稠的酱汁浸泡着。酱汁是棕红色的，不透明，像泥浆，像稀释过的粘土。豆子是浅棕色的，有些豆子的皮已经破了，露出里面更浅的黄色豆肉。你凑近了闻，有一股酸甜的味道，不是新鲜食物的那种清新，是一种被长时间密封后发酵出来的沉甸甸的气味，不刺鼻，但很浓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，又像是从罐子深处慢慢渗出来的。这个味道会留在你的手指上，洗不掉，擦不干。当你吃完之后很久，你还能闻到指尖那股淡淡的豆子味。在西部草原上的那些年，这种罐头是牛仔们最熟悉的食物之一。不是因为它好吃，是因为它不会坏。一块新鲜牛肉在夏天的马背上放不了2天就会发绿、生蛆，发出让人翻胃的臭味。但一罐豆子在杂货铺的木架子上放了1年，打开来还是那个颜色，还是那个味道，还是那个稠度。它不抱怨天气，不挑剔储存条件，不要求你有一个冰窖或者一口地窖，它只需要一个开罐器，或者一把刀，或者一块石头。如果连石头都没有，你甚至可以用牙齿咬开铁皮，虽然那个味道会让你的舌头麻半天，但总比饿着强。罐头里的豆子不是你在菜园里见过的那种新鲜豆子，新鲜豆子是绿的、脆的，咬一口会发出清脆的断裂声。罐头里的豆子是软的、糯的，用舌头轻轻一顶就碎了。它们失去了豆子原本的形状和口感，变成了另一种东西。你不能说它不好吃，也不能说它好吃，它只是存在，在你的铁盘里，在你的木碗里，在你刚从篝火上取下来的铁锅里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那个泡泡不大，从酱汁底部升上来，在表面炸开，发出很轻很轻的扑声。如果你不仔细听，你不会注意到。但如果你在草原上待了很久，听惯了风声、牛铃声、马蹄声，你会开始注意这些细小的声音，因为它们是你和这个世界之间仅有的联系。开罐之后，豆子不能久放。草原上的夏天很热，一罐打开的豆子放在太阳下1个时辰就会发酸，所以牛仔们通常会一次吃完1整罐。不是因为他们饿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地方放。一个人的胃就是最好的储藏室。他们会把罐子架在篝火边上的石头上，让火的热量慢慢把豆子煨热。豆子在铁罐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，那个声音比豆子本身
更让人安心。你知道再过一会儿就有热的东西可以吃了。在草原上，热的和冷的之间隔着的不是温度，是活下去的力气。罐头里的豆子有时候会和咸肉一起煮，咸肉是硬的，像木头，需要用刀切成薄片。切的时候，刀锋划过咸肉的表面，会发出一种沙沙的声音，像砂纸打磨木头。咸肉下锅，油脂在高温下融化，变成透明的液体，在铁锅底部滋滋地响。豆子倒进去，酱汁和油脂混合在一起，颜色从棕红色变成浅褐色，表面浮着一层油光，那个味道就变了，不再是单一的酸甜，多了一层咸味，一层烟熏味，一层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。不是每个人的小时候都有咸肉和豆子，但每个人都有一段和食物有关的记忆。牛仔们的记忆大多和营地、篝火、铁皮罐头绑在一起。罐头吃完了，罐子不会马上扔掉，牛仔们会把空罐子留着，用来盛水、装钉子、当烛台。有的空罐子被踩扁了，塞进马鞍带的缝隙里，跟着人走几百公里，最后掉在某个不知名的草地上，被风吹，被雨淋，被土埋。很多年后，有人会在那个地方挖出一块生锈的铁皮，上面还能隐约看到烤豆子几个字。那是西部留下的痕迹，不是枪战，不是决斗，不是黄金，只是一只罐头，一只曾经装过豆子的罐头，在草原上慢慢的腐烂，变成铁锈，变成泥土，变成草原的一部分，就像那些吃了豆子的牛仔一样，慢慢的消失，只留下一个模糊的、被反复讲述的故事。现在，你再拿起一个罐头，铁皮还是冰凉的，形状还是圆柱形的，重量还是那样沉甸甸的。你把它放在耳朵旁边，摇一摇，听不到声音。豆子挤得太紧了，没有空隙，没有晃动。它们只是在铁皮里面，安静地等着，等着被打开，被加热，被吃掉，被忘记。就像草原上的一切，你听到了吗？那个声音，不是很大，但很清晰。金属和金属的摩擦，尖锐的，短促的，像一根针划过玻璃。那是开罐器的尖钩刺进铁皮的声音。在安静的草原上，在篝火噼啪作响的间隙里，这个声音可以传得很远，不是传到地平线那么远，是传到你的耳朵里那么远。你的耳朵是安静的，你的脑子是安静的。这个声音进来的时候，像一颗石子丢进了平静的水面，一圈一圈地荡开，然后慢慢地消失，留下更深的安静。开罐器的形状很简单，一根铁条，一端弯成手柄，另一端磨成尖钩，钩子的内侧是锋利的，不是刀刃那种锋利，是一种钝的、厚的，需要用力才能刺穿的锋利。你把尖钩抵在罐盖的边缘，靠近卷边的地方，那个位置是铁皮最薄的地方，也是最容易刺入的地方。你用力往下压，
尖钩慢慢陷进去，铁皮开始变形，先是凹下去一个小坑，然后小坑的底部出现一条细缝，然后尖钩滑进了细缝里。整个过程是慢的，慢到你能感觉到铁皮的每一层纤维被撕裂的顺序，不是咔嚓一声，是撕，像布被撕开，但比布更硬、更涩、更不情愿。然后你开始撬，手柄向下压，尖钩向上提，灌溉的边缘被一点一点地掀起来，铁皮发出呻吟声，不是连续的，是一声一声的，每撬一下就有一声。那个声音的频率很慢，大约2秒钟一次，和你的心跳差不多。你撬一下，心跳一下；你停一下，心跳也停一下。不是真的停，是你在听那个声音的时候忘记了心跳。你的注意力被那个声音吸走了，从你的耳朵进去，顺着脖子往上爬到你的头顶，在那里停住，像一只落在树枝上的鸟。你不敢动，怕惊走它，你只是听着。盖子被撬开了一半，你换了一个位置，在盖子的对面，重复同样的动作。尖钩刺进去，铁皮变形，细缝出现，尖钩滑入，撕，然后撬，呻吟声，频率还是那么慢，还是那么均匀，还是那么让人想闭上眼睛。你闭上了吗？也许没有，也许有，不重要。你不需要看，只需要听。听铁皮被撕裂的声音，听灌溉被掀开的声音，听空气第一次接触豆子的声音。那个声音很小，几乎听不到，但你知道它存在。罐子被密封了几个月甚至几年，里面的空气是旧的，是浓缩的，是带着豆子和酱汁的味道的。当你撬开盖子的时候，那股就空气冲出来，和外面的新鲜空气相遇，发出一声极轻极轻的叹息。不是用耳朵听的，是用鼻子听的。你闻到了那股酸甜的沉甸甸的气味，从罐子深处涌出来，像一条看不见的河，流过你的手背，流过你的衣领，流进你的鼻腔。你吸了一口气，那股气味充满了你的肺，像一团温暖的湿润的棉花堵在那里，不让你呼吸太快，所以你只能慢慢的吸，慢慢的呼，慢慢的让那股气味从你的身体里流走。开罐的过程还没有结束，盖子已经被撬开了大半，只剩下最后一点还连着。你用手指捏住盖子翘起的边缘，轻轻往上拉，铁皮发出最后一声尖叫，然后安静了。盖子完全脱离了罐身，握在你的手里。盖子的边缘是锋利的，你不能用力捏，只能轻轻地拖着。你把它放在一边，放在篝火旁边的石头上。铁皮在石头上发出清脆的叮的一声，然后就安静了。现在罐子完全敞开了，豆子在酱汁里静静地待着，一粒挨着一粒，像冬天挤在一起取暖的羊。酱汁的表面有一层薄薄的膜，那是冷却后凝结的淀粉。你用勺子轻轻戳破那层膜，
勺子的边缘划开酱汁，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，很快又被周围的酱汁填平。你把勺子伸进罐子底部，舀起一勺豆子。勺子碰到罐底的声音是闷的，像踩在湿泥地上。豆子在勺子里堆成一个小山包，酱汁从勺子的缝隙里渗出来，一滴一滴地落回罐子里。每一滴都有一个声音，噗噗噗，像心跳，像雨滴，像时间在走。你看着那勺豆子，豆子的颜色在火光下变了，不是白天那种浅棕色，是深褐色，几乎是黑色。酱汁反射着火光，像一面小镜子，里面映着篝火的倒影，一闪一闪的。你用另一只手的指尖轻轻碰了一下最上面的那颗豆子，它软软的，温温的，像被太阳晒过的石头。你把它送进嘴里，不是嚼，是含，让它在你的舌头上待一会儿，感受它的温度，它的质地，它的味道，甜、酸、咸，还有一点点苦。不是苦瓜那种苦，是铁皮罐子留下的苦，是时间留下的苦。你嚼了一下，豆子在牙齿间碎了，变成豆泥，糊在舌头上。你咽下去，那股温热从喉咙滑到胃里，像一条小火龙在你的身体里游走。你呼出一口气，热气从嘴里散出来，模糊了你的视线。在西部草原上，开罐头的声音是一种信号，不是电报那种信号，不是祈雨那种信号，是一种无声的信号。当一个牛仔在营地里撬开罐头的时候，其他牛仔不需要看，不需要问，他们知道。他们从声音的长短、频率、间隔中，能判断出这个牛仔开了多大的罐头，开了什么口味的罐头，甚至能判断出他心情好不好。开得慢的是心情好的，他在享受这个过程；开得快的是心情不好的，他只是饿了。开了一半停下来的是走神了，他在想别的事情。这些事情不重要，但它们是草原上的语言，一种不需要翻译，不需要解释，每个人都能听懂的语言。开罐声还有一种作用，你可能想不到，它能赶走孤独。当你在草原上一个人扎营，四周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风、草和你自己的影子。你坐下来，从马鞍袋里摸出一个罐头，用开罐器撬开它。那个声音在空旷的草原上回荡，像一个说话的声音，一个在和你说话的声音。它告诉你，你不是一个人。这个罐头是工厂里的工人做的，是杂货铺里的老板卖的，是另一个牛仔从架子上拿下来的。它经过了很多人的手，才来到你的手里。你撬开它的时候，那些人的手还在，虽然你看不到他们，但你能感觉到他们。在那个瞬间，你不再是一个人在草原上，你是很多人中的一个人，是很多手之后的一双手，是很多故事之后的一个故事。你孤独，但你又不孤独。这种矛盾的感觉很难用语言描述，但当你听到开罐声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描述，
你只需要听。有时候，牛仔们会在同一个营地里同时开罐头，那是一个交响乐。几个人围坐在篝火旁，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罐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开罐器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。有的人开得快，咔咔咔咔，像机关枪；有的人开得慢，嘶翘嘶翘，像老牛拉车；有的人开了一半停下来，跟旁边的人说一句话，然后再继续。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，高高低低，长长短短，没有指挥，没有乐谱，但合在一起就是一首曲子。曲子没有名字，没有结尾，也没有开头，它只是在那个晚上，在那堆篝火旁边，被那几个牛仔即兴演奏了一次，然后它就消失了，被风吹走了，被夜吞没了。没有人记得它，没有人会再演奏它，但它存在过，在那个特定的时间，在那个特定的地点，在那个特定的篝火旁边，它存在过。就像你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，这个从文字里想象出来的，从记忆里翻出来的，从安静中浮现出来的声音，它也在存在。盖子被敲开之后，你把它放在石头上，铁皮慢慢冷却、收缩，发出细微的噼啪声。那是金属在温度变化时的呼吸，不是每次都能听到，只有在很安静的时候，在你不说话的时候，在你不思考的时候，你才能听到。现在你听到了吗？那个声音很轻，轻到像雪花落在雪地上，像蝴蝶扇动翅膀，像你的睫毛碰在一起。你需要闭上眼睛，需要放慢呼吸，需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你的耳朵上，然后你会听到那个声音从很远的地方来，从罐子的边缘来，从石头的缝隙里来，从时间的深处来。它穿过你的耳膜，穿过你的头骨，穿过你的意识，落在你的脑子里，像一个种子落进土里，等待发芽。你不想它发芽，你只想它在那里，在那个安静的位置，在那个你不需要去够，不需要去抓，不需要去证明的位置，它就在那里。就像那个罐头在撬开之前，铁皮把豆子封在里面，看不见，闻不到，摸不着。你不知道里面的豆子是什么颜色，不知道酱汁有多浓，不知道味道是酸还是甜。你只能猜，只能等，只能相信。然后你撬开它，你就知道了。那个过程就是信任。信任铁皮里面的东西是好的，信任时间没有把它毁掉，信任你自己能在打开之后把它吃完。在草原上，这种信任是必要的。你不信任你的罐头，你就会饿死；你不信任你的马，你就会摔死；你不信任你的同伴，你就会被人从背后开枪。所以牛仔们学会了信任，不是从书里学的，是从生活中学的，是从每一个罐头里学的。现在罐头已经打开了，声音已经消失了，你的耳朵又回到了安静中。
但那个安静不一样了。刚才的安静是空的，现在的是满的，被那个声音填满了，被那个嘶声，被那个呻吟声，被那个叹息声填得满满的。你不需要再听什么了，你只需要闭着眼睛，让那个安静包围你，让那个安静拖着你，让那个安静把你送到一个更远的地方。不是草原，不是营地，不是篝火旁，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，一个你不需要记住的地方，一个你只需要去的地方。在那里，没有声音，没有颜色，没有气味，只有安静，只有你。罐头打开了，豆子从铁皮里倒进了铁锅。那个声音不是一下子出来的，是慢慢流出来的。罐子倾斜，酱汁先出来，浓稠的，黏黏的，像蜂蜜，但比蜂蜜稀一些。酱汁碰到铁锅的底部，发出一种湿润的声音，不是啪，是噗，像有人在耳边轻轻地吹了一口气。然后是豆子，一粒一粒地从罐口滚出来，落进酱汁里，溅起很小的酱汁花。每一粒豆子落下去的声音都不一样，有的重一些，咚的一声，像小石子掉进泥坑；有的轻一些，噗的一声，像雨滴打在叶子上；有的不响，只是滑进去，连声音都没有，只是酱汁的表面多了一个凸起，然后又平了。你盯着铁锅看，能看到豆子在酱汁里堆成一个小山，山顶在中间，山脚在边缘。然后你拿起勺子，轻轻地把它们推平。勺子的背面压过豆子，发出很轻很轻的沙沙声，像风吹过干草。铁锅是铸铁的，黑色的，沉甸甸的，锅底被篝火烧得发红，不是真的红，是一种暗红色的光，像炭火快要熄灭时的颜色。锅壁上有厚厚的一层油垢，是无数次煮食留下的痕迹，洗不掉，也不需要洗。那些油垢是锅的记忆，每一层都对应着一顿饭，一个夜晚，一个在草原上流浪的人。豆子倒进去之后，锅底的热量开始传递，先从锅底传到豆子，再从豆子传到酱汁。这个过程是慢的，慢到你感觉不到变化，但你能听到变化。豆子在加热的时候会发出细微的声响，不是冒泡，不是沸腾，是一种更安静的声音，像豆子自己在说话。每一粒豆子都在说，但它们的语言你听不懂。你不需要听懂，你只需要知道它们在那里，在铁锅里，在火上，在被你吃掉之前，最后说一次话。篝火的火苗贴着锅底，橘红色的，有时带一点蓝。火苗不是一直稳定的，它会动，会跳，会缩回去，又会突然窜出来。当火苗舔到锅底的时候，锅底的温度升高，豆子发出的声音会变快，变密，像雨从毛毛雨变成了中雨。当火苗缩回去的时候，声音又会变慢，变稀，像雨停了，只剩屋檐上的水滴。这种快慢变化没有规律，没有节奏，你猜不到下一秒是快还是慢。
所以你会一直听，一直等，一直猜测。你的注意力被这个声音抓住了，不是紧紧地抓住，是轻轻地抓住，像一只手托着你的下巴，不让你低头，也不让你抬头，只是让你保持那个姿势，那个角度，那个高度。你不想动，不想说话，不想思考，你只想听。豆子在铁锅里开始冒泡了，不是所有的豆子一起冒，是这里冒一个，那里冒一个，像池塘里鱼儿换气。泡泡从豆子之间的缝隙里钻出来，上升到酱汁的表面，炸开，发出很轻很轻的扑声。这个扑声很小，小到你要把耳朵凑得很近才能听到。但你不必凑近，因为草原上很安静，篝火的声音很安静，你的呼吸很安静，所有的声音都被放大了。那个扑声在你的耳朵里像一个小石子丢进了深井，咚，然后回声嗡嗡嗡的在井壁上来回弹，最后消失在水面下。你听着这个声音，你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，不是你想闭，是他们自己闭的。你的眼皮变重了，像有2片羽毛压在上面。你不想睁开，因为你睁开也看不到什么。天黑了，草原黑了，铁锅里的豆子也被酱汁盖住了，你看不到它们在冒泡，你只能听，听就够了。有时候牛仔会在豆子里加一块咸肉，咸肉是方形的，大约你手掌的宽度，厚度像你的小指。咸肉被切成小块，每一块的大小差不多，形状不规则，有的偏方，有的偏长。咸肉下锅的时候没有声音，因为它太硬了，和铁锅碰撞不会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但咸肉在热油中开始收缩的时候，声音就来了，滋滋滋滋滋，像很多只小虫在锅里爬。那个声音是连续的，不是断断续续的，是从你放进去的那一刻开始，一直持续到咸肉被捞出来或者被吃掉。滋滋声的频率很高，高到你的耳朵有点痒，但不是不舒服的那种痒，是那种让你想闭上眼睛缩进毯子里的痒。你缩了缩脖子，把下巴埋进衣领里，听着那个滋滋声，感觉自己的耳朵在慢慢融化。咸肉的油脂在高温下融化成透明的液体，从肉的纤维里渗出来，流到锅底，和豆子的酱汁混合在一起。油和酱汁不相容，油浮在上面，酱汁沉在下面，中间有一条模糊的分界线。火苗舔着锅底，酱汁开始冒泡，油在酱汁的表面晃来晃去，像水塘里的浮萍。油在晃动的时候，会发出一种很细的声音，不是滋滋的，是嘶嘶，像蛇在草丛里爬。这个声音很轻，轻到你要把耳朵从衣领里伸出来才能听到。你伸出来了，侧着头，左耳朝着铁锅的方向。嘶嘶声在你的耳朵里转圈，从耳廓进去，沿着耳道往里走，撞到鼓膜上，变成震动，变成信号，变成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你感觉自己的脑子变轻了，轻得像一个气球，飘在空中，
被一根细细的线牵着，线的那头在铁锅里，在嘶嘶声里，在那些正在被加热的豆子和咸肉里。你不想拉紧，也不想松开，你只是让它飘着，在那个高度，在那个位置，在那个刚刚好的距离。豆子在铁锅里煮了很久，久到你不知道过了多久。你不需要知道。时间在草原上是另一种东西，不是钟表上的数字，不是日升月落，是豆子从硬变软的过程，是咸肉从咸变淡的过程，是酱汁从稀变稠的过程。你看着锅里的豆子，它们不像早晨那样一粒一粒分得清了，它们的边缘模糊了，有些豆子的皮已经脱落，浮在酱汁表面，像小船，像落叶。豆肉从皮里露出来，是浅黄色的，几乎是白色的，在深色的酱汁里显得很亮。你用勺子搅了一下，勺子从锅底划过，发出一种沉闷的刮擦声，像铁锹在沙地上拖进。豆子被勺子推着往前走，挤在一起，发出很轻很轻的咕噜声，像猫在打呼噜。这个声音让你想起小时候，想起母亲在厨房里煮粥的声音，想起祖母在灶台前搅拌的声音。你不记得那些声音了，但你的身体记得，你的耳朵记得，你的心跳记得。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那些记忆就回来了，不是图像，不是文字，是一种感觉，一种暖暖的、软软的，让人想闭上眼睛的感觉。你闭上了，锅里的声音还在继续，咕噜咕噜，噗噗，滋滋，嘶嘶，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，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歌，像一阵没有方向的风，像一场没有梦的睡眠。你的头慢慢垂下去，下巴碰到了胸口。你没有醒，你的身体还在听，但你的意识已经不在了。它去了一个地方，一个你不需要用耳朵听，用眼睛看，用脑子想的地方。它只是在那里，在声音的包围中，在温暖的空气中，在铁锅的咕嘟声里，慢慢地沉下去，沉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。那里没有豆子，没有铁锅，没有篝火，只有安静，只有你。勺子舀起了第一口，勺子是铁做的，手柄是木头，木头被无数次握过，表面光滑得像石头，颜色是深棕色的，几乎发黑。勺子从锅里舀出豆子的时候，锅底的铁和勺子的铁轻轻碰了一下，发出叮的一声，很轻很短，像远处教堂的钟声，但只有一声。声音消失在空气中，没有回声，因为草原上没有墙，没有屋顶，没有任何能让声音反弹的东西。声音就这样直直地出去了，一直走，走到地平线，然后继续走，走到你听不见的地方。你不需要听见，你知道它在那里，在你不看见的地方，在你不听见的地方，在你不醒来的地方。勺子送到嘴边的时候，你闻到了味道，不是开罐时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，是煮过之后的味道。咸肉的味道进去了，
烟熏的味道进去了，篝火的味道也进去了。豆子不再是豆子，咸肉不再是咸肉，它们是另一种东西，一种只有在这片草原上，在这堆篝火旁，在这个铁锅里才能产生的东西。你张开嘴，勺子轻轻倾斜，豆子和酱汁一起滑进你的嘴里，温度刚好，不烫不凉，是那种让你觉得安全的温度。你的舌头接住了它们，舌尖先碰到酱汁，酸酸甜甜的，然后是豆子，软软的，糯糯的，像一小团棉花。你没有急着嚼，你让它们在那里，在你的舌头上，在你的口腔里，在你的体温中慢慢地化开。然后你开始嚼，不是用力嚼，是轻轻地用后槽牙慢慢地磨。豆子在牙齿间碎开，先是皮，薄薄的，脆脆的，发出很细的咔嚓声，像踩在干树叶上。然后是豆肉，软的，粉的，在牙齿间变成泥，发出很轻很轻的沙沙声，像风吹过细沙。这个声音在你的头骨里回荡，从牙齿传到下颌，从下颌传到耳骨，从耳骨传到内耳，变成一种震动，一种只有你自己能听到的声音。别人听不到，马听不到，草原听不到，只有你。这个声音是你的，只属于你。在这个瞬间，你和豆子之间没有距离，它在你的嘴里，你在它的味道里，你们合在一起，像一个词和一个句子，像一个音符和一首歌，像一个睡意和一个梦。你咽了下去，喉咙的肌肉收缩，把豆泥往下推。那个感觉是缓慢的，像一条小河从山上流下来，不急不慌，不赶时间。豆泥经过喉咙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到它的温度比体温高一点点，暖暖的，像一只手在抚摸你的食道。它继续往下走，进入胸腔，进入胃里，在那里停住。你呼出一口气，那口气里带着豆子的味道，从你的鼻子和嘴巴同时出来，在你面前形成一小团雾气，很快散开，消失在夜色中。你的身体变暖了，不是从外面暖，是从里面暖。从胃开始，慢慢扩散，像一圈一圈的水波，从中心向外扩散，到腹部，到胸部，到四肢，到手指尖，到脚趾尖。你感觉自己的身体变重了，不是压下来的那种重，是沉下去的那种重，像一艘船慢慢沉进水里，不是突然沉，是一寸一寸的，1毫米1毫米地，让你感觉不到，但你知道你在沉。你闭上眼睛，让那个感觉带着你往下，往下，往下。第2勺，第3勺，第4勺，每一勺都一样，每一勺都不一样。豆子的数量不一样，酱汁的多少不一样，咸肉的大小不一样。你用舌头在嘴里分辨这些不一样，但你的意识不去分辨，你只是感受。感受豆子在牙齿间的碎开，感受咸肉的纤维在舌头上散开，感受酱汁的酸甜在口腔里扩散。这些感受没有顺序，没有主次，没有轻重，
它们同时发生，同时消失，同时被新的感受取代。你不去抓它们，不去记它们，不去分析它们，你只是让它们经过你，像风经过草原，像水流过石头，像时间经过你的生命。豆子在牙齿间碎开的声音，有一种奇怪的催眠效果。它不是连续的，是一下一下的，每一下都伴随着你咀嚼的动作。你的下颌上下移动，节奏很慢，大约1秒钟一次。咔嚓，沙沙，咔嚓，沙沙。这个节奏和你的心跳不同步，和你的呼吸不同步，和任何东西都不同步。它自己有一个节奏，一个不属于你的节奏，一个豆子自己的节奏。你跟着这个节奏，不是故意跟的，是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地跟上了。你的心跳没有变，你的呼吸没有变，但你咀嚼的节奏变成了你身体的主节奏。所有的动作都围着它转，所有的声音都围着它响，所有的感觉都围着它发生。你在这个节奏里，像在一个摇篮里，被轻轻地摇着、晃着、荡着。你的眼皮越来越重，你的头越来越低，你的意识越来越模糊。但你的嘴还在动，你的牙齿还在磨，你的舌头还在嚼，你的身体在吃，你的脑子在睡。这是草原上最奢侈的事情，一边吃着热的东西，一边沉入睡眠。不需要担心明天，不需要担心牛群，不需要担心偷牛贼，只需要吃，只需要嚼，只需要咽，只需要闭上眼睛。你吃得很慢，不是因为你想慢，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。你的手拿着勺子，勺子在锅里舀一下，停一下，再舀一下。每次舀起的豆子越来越少，因为你的手在抖，不是害怕的那种抖，是困的那种抖，是没有力气的那种抖。勺子送到嘴边的路径越来越长，因为你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，你的眼睛闭上了，你在犹豫要不要吃下一口，然后你吃了，因为你饿了，因为豆子还是热的，因为你的身体需要能量来维持这个半睡半醒的状态。你嚼，你咽，你闭着眼睛，你的头歪向一边，你的嘴角沾着酱汁，你不在乎。没有人看你，只有星星看你，他们不在乎你嘴角的酱汁。只有风看你，他不在乎你吃相好不好。只有草原看你，他见过比你更狼狈的人，比你更饿的人，比你更困的人。铁锅里的豆子慢慢变少了，勺子碰到锅底的频率变高了，叮，叮，叮，像钟声，但不是教堂的钟声，是更小的钟声，像挂在牛脖子上的铃铛，像风铃，像你小时候挂在门口的那个小铃铛。那个声音让你想起什么？你记不起来了，不重要，你不需要想起来，你只需要听到它，让它在你的耳朵里停留一会儿，然后让它走。你听着那个声音，你的咀嚼变慢了，你的吞咽变少了，你的勺子停在半空中，不再往下舀了。你吃饱了，不是撑的那种饱，是刚好不饿了的那种饱。你的胃被豆子和咸肉填满了，
暖暖的，沉沉的，像怀里揣着一个热水袋。你放下勺子，勺子和锅边碰了一下，叮，然后安静。你靠在马鞍上，闭上了眼睛。你的嘴还在动，不是嚼，是回味。你的舌头还在找那些残留在牙齿缝里的豆子皮，那些藏在舌根底下的酱汁，那些粘在上颚的豆泥。你的嘴不想停下来，因为它还想要那个味道，还想要那个温度，还想要那个感觉。但你的身体已经停了，你的身体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状态，一个不需要吃，不需要喝，不需要任何东西的状态。你只是在呼吸，慢慢的，轻轻的，深深的。你的腹部一起一伏，像草原上的波浪，像风中的草，像所有活的东西在休息时的样子。你睡着了，不是完全睡着，是介于醒和睡之间的那种状态。你知道你在哪里，你知道你在吃什么，你知道你刚吃完一罐豆子，但你不想动，不想睁眼，不想说话。你只是在那里，在篝火旁，在马鞍上，在夜风中，在半梦半醒之间，听着自己的呼吸，听着篝火的噼啪，听着远处牛群的低哞。这些声音是你的，这片草原是你的，这个夜晚是你的。你是他的，你也是他的，你们属于彼此。在这个瞬间，在这个没有时间的瞬间，在这个你不需要证明任何东西的瞬间，你只是在那里。吃完了，满足了，困了，睡了，最后一勺豆子被舀出来了，勺子刮过锅底，发出一种干燥的声音，不是叮，是吃，像砂纸磨过铁皮。锅底已经见不到豆子了，只剩一层薄薄的酱汁粘在铁上，被火烤得发干，边缘卷起来，像干裂的土地。你把勺子放下，铁和铁碰撞的声音比刚才重一些，因为勺子空了，没有豆子压着它，它的声音更脆，更亮，更短。叮，然后安静。铁锅还在火上，锅底还有一些余热，酱汁在余热中继续蒸发，发出很轻很轻的滋滋声，像一个人在叹气。那个声音越来越轻，越来越短，间隔越来越长。滋滋，然后等一会儿，滋滋，然后再等一会儿。你等着那个声音消失，你知道它会消失，你知道它不会永远在那里。就像这个夜晚，这堆篝火，这罐豆子，都不会永远在那里。你听着，等那个声音最后响一次，滋滋，然后没有了。锅凉了，火小了，夜深了。空罐头还在你旁边，盖子也在。你拿起空罐头，它便轻了，轻了很多，像一个人卸下了所有的行李。铁皮还是凉的，但凉的不那么刺骨了，因为你的手是热的，你用手心的温度温暖了它。你把它举到耳边，摇了摇，没有声音，没有豆子在里面滚动，没有酱汁在里面晃动，只有空气。
空气是无声的。你放下罐头，拿起了盖子。盖子的边缘是锋利的，你用手指沿着边缘慢慢地摸，感受那些细小的锯齿，感受那些被开关器撬过的痕迹。你的手指在盖子的中心停住，那里有一张泛黄的纸，上面印着烤豆子3个字。纸已经被油浸透了，变得半透明，字迹模糊了。你用拇指轻轻地蹭了蹭，纸的边缘翘起来，发出很轻很轻的沙沙声，像秋天的落叶被风吹过地面。这个声音很短，很细，像一根头发丝掉在了地上。你听不到，但你的指尖听到了。你的指尖有记忆，它记得纸的质感，记得油墨的粗糙，记得胶水干了之后留下的硬块。你不需要看，你只需要摸。你的手指知道这个罐头的一切，它从哪里来，在货架上放了多久，被多少人拿起来又放下，最后被谁买走，被谁装进马鞍袋，被谁带到了这片草原上。你的手指不知道这些，但你的手指知道，不是知道，是感觉，一种说不出来的，不需要说出来的感觉。你把它扔进了篝火，不是用力扔，是轻轻地放。铁皮落在燃烧的木头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然后被火吞没。火苗舔着铁皮，铁皮变红，变暗，变形，最后融化成一团黑色的东西，看不出原来的形状。盖子也进去了，它更薄，烧得更快，在火中卷曲，像一片枯叶。铁锈在高温中释放出一种气味，不是豆子的味道，不是咸肉的味道，是金属的味道，是时间被烧掉的味道。你吸了一口气，那个味道进入你的鼻腔，凉凉的，涩涩的，像冬天的空气。这个味道不会停留太久，几秒钟就散了，被篝火自己的烟味盖住了，被草原上的风吹走了，你再也闻不到了。那个罐头，那个装过豆子的，陪了你几天的，从杂货铺跟你到草原上的罐头，现在变成了一团灰，一堆铁渣，一块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。它不再是一个罐头，它没有形状，没有名字，没有用途，它只是灰，和木头烧完之后的灰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木头，哪个是铁。你盯着那团灰看了很久，不是在想什么，只是看着。火在灰下面还在烧，很暗，很弱，像快要熄灭的蜡烛。灰的颜色是灰白色的，不是纯白，是带一点黑的灰白。铁渣在灰里闪着光，不是亮光，是暗光，像煤，像炭，像一切快要烧完的东西。你伸手想拨一下灰，但手伸到一半停住了，不是因为烫，是因为没必要。拨不拨，灰都在那里。拨开了，下面还是灰；不拨，灰也在那里。你把手缩回来，放在膝盖上。你的手很脏，指甲缝里有土，手背上有灰，指腹上有油。你不在乎。在这片草原上，干净是没有意义的事情。你不需要干净，你需要的是吃饱，
是暖和，是睡着。你已经有前2样了，第3样正在来。你能感觉到它，像一只看不见的手，从你的头顶往下按，慢慢的，轻轻的，一寸一寸的。你抵抗不了，也不想抵抗。你让那只手按着，让溃意从头顶往下蔓延，经过额头，经过眼皮，经过鼻子，经过嘴唇，经过下巴，经过脖子，经过胸口，经过胃，经过腹部，经过大腿，经过小腿，经过脚踝，经过脚趾。你的整个身体都被溃意淹没了，像被水淹没，但不是窒息的那种淹没，是温暖的那种淹没。你在水底，但你能呼吸；你在黑暗里，但你能看见；你在睡着，但你还醒着。这是一个交界的地方，一个不属于白天也不属于夜晚的地方，一个只属于你和这片草原的地方。空罐头的最后一声，你听到了吗？不是铁皮被烧的声音，不是灰落下的声音，不是风的声音，是那个罐头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发出的最后一声叹息。你听不到，但你知道它存在，就像你知道你明天还会醒来，就像你知道太阳还会升起来，就像你知道草原上的草不会因为你睡着了就不长了。那个声音在火的深处，在灰的下面，在时间的尽头。它很短，短到你想抓住它的时候，它已经没了。它很轻，轻到你想听清楚的时候，它已经散了。但它存在过，在那个瞬间，在那个你盯着灰看的瞬间，在那个你快要睡着的瞬间，它存在过。你不需要证明它，不需要记住它，不需要告诉任何人。你只需要知道，在某个地方，在某一个你记不住的时刻，有一只空罐头烧完了，变成了灰，发出了最后一声。那一声是你今晚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，不是风，不是牛，不是篝火，是那只罐头。它陪你吃完了这顿饭，陪你度过了这个夜晚，然后它走了，不打扰你，不吵醒你，不留下任何痕迹，只是轻轻地在你快要睡着的时候说了一声再见。你没有回答，你不需要回答，你只是闭上了眼睛，让那声再见在你的耳朵里慢慢地淡下去，像墨水滴进水里，像雾气被阳光晒散，像所有该消失的东西在它们该消失的时候消失了。夜更深了，篝火还在烧，但已经不是刚才的那个样子了。刚才的火是旺的，是亮的，是暖的。现在的火是小的，是暗的，是余温。火苗不再窜起来，只是贴在木头的表面，像一层薄薄的膜，随时会破。木头的颜色从橘红变成暗红，从暗红变成灰黑，最后变成灰白。灰落在灰上，一层一层的，像雪，但不是雪，是灰，是木头烧完之后留下的东西，是轻的，是细的，是容易散的。你用手轻轻拨了一下，灰飞起来，在空中飘了一会儿，
然后落下来，落在你的裤腿上，落在你的靴子上，落在地上，和土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灰，哪个是土。你身上还有豆子的味道，不是浓烈的味道，是很淡很淡的味道，淡到你要把鼻子凑到衣领上才能闻到。你低下头，把鼻子埋在衣领里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豆子的味道还在，酸甜的，咸香的，带着烟熏味。这个味道会一直留在你的衣服上，留到明天，留到后天，留到你洗衣服的那一天。洗完之后，它就没有了，被水冲走了，被肥皂分解了，被阳光晒干了。但你会记得它，不是用脑子记得，是用身体记得。你的身体记住了那个温度，那个质地，那个味道。下一次你打开一个罐头，下一次你闻到豆子的气味，你的身体会告诉你，你以前吃过这个。在草原上，在篝火旁，在一个你不知道名字的夜晚，你吃过这个。你不需要想起，你的身体会替你记住，它会记住那个开罐的声音，那个豆子在铁锅里咕嘟的声音，那个豆子在牙齿间碎开的声音，那个空罐头被扔进火里的声音。它会记住所有你此刻正在忘记的东西，因为你的身体比你更有耐心，它不着急，它有的是时间，它可以等你10年、20年、30年。等到某一天，你打开一个罐头，你的手指会突然停下来，你的耳朵会突然竖起来，你的鼻子会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，然后你会想起这个夜晚，不是全部，是一个碎片，一个很小的碎片，小到你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发生过，但你的身体知道，你的身体从来不撒谎。你躺下了，不是回到帐篷里，是就躺在篝火旁边，躺在毯子上，头枕着马鞍。马鞍是硬的，但它已经被你的头压出了一个浅浅的凹陷，刚好托住你的后脑勺。你的脖子是放松的，你的肩膀是放松的，你的脊椎是一条直线，从你的头顶到尾骨，像一根被拉直的绳子。你的腿伸直了，靴子尖朝着篝火的方向，靴底对着天空。靴底是光滑的，没有纹路，被磨得发亮，反射着火光，像2面小镜子。你的手放在身体两侧，手心朝上，手指微微蜷曲，像婴儿睡觉时的姿势。你整个人的形状像一个被折起来的毯子，折叠得整整齐齐，放在草原上，放在星空下，放在这个没有边际的黑暗中。你不是在占领这片草原，你是在归还自己，把一天的疲惫还给大地，把一天的饥饿还给食物，把一天的孤独还给风。你什么都不剩了，你只是一个躺着的身体，一个还在呼吸的身体，一个正在慢慢沉入睡眠的身体。天空在头顶，星星在天空里，密密麻麻的，像无数只眼睛在看着你。你不在乎他们看，你不在乎任何东西。你的身体是重的，你的眼皮是重的，你的呼吸是重的。重不是不好的意思，
重是舒服的意思，是安全的意思，是你可以不用再撑着的意思。你让身体沉下去，沉进毯子里，沉进地面里，沉进黑暗中。你听到篝火最后的声音，噼啪噼啪，很轻很慢，像一个人在说梦话。你听到远处有牛在叫，很低很远，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。你听到风在吹，不是那种大声的风，是那种轻轻的、软软的，像呼吸一样的风。你听着这些声音，你的意识开始模糊，像水里的墨，慢慢散开，慢慢变淡，慢慢消失。这些声音不是被关掉的，是被你放下的。你不再去听它们了，不是因为你听不见，是因为你不需要听了。它们在那里，它们会一直在那里，但你不需要一直听着。你可以放手了。豆子的味道还在空气中飘着，很淡很淡，淡到你的鼻子已经闻不到了，但空气还记得。风把那个味道带走了，带到更远的地方，带到草原的深处，带到你明天会经过的那条小河边，带到你永远到不了的那个地平线。然后风停了，味道散了，草原回到了它本来的样子，没有豆子的味道，没有罐头的形状，没有开罐器的声音，只有草，只有风，只有星星，只有你。你睡在那里，在篝火旁边，在毯子上面，在马鞍的旁边。你的呼吸很慢，很轻，很均匀。你的身体在休息，你的脑子在休息，你的梦也在休息。你不做梦，或者你做了，但你不记得。不记得就是没有。没有梦的睡眠是最深的睡眠。你在那个深度里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声音，只有你，只有安静，只有这里。那个罐头已经不在了，它变成了灰，变成了铁渣，变成了草原上的一粒尘土。明天早上，风会把灰吹散，把铁渣埋进土里，把所有的痕迹都抹去。没有人会知道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夜晚，有一个人吃了一罐豆子。没有人会知道，那个人吃完之后，躺下来，看着星星，睡着了。没有人会知道，他睡着的时候，嘴角还沾着一点酱汁，手指还带着咸肉的味道，呼吸里还残留着豆子的酸甜。这些事情太小了，小到不值得被记住，但它们发生了，在你不看的地方，在你不听的时候，在你已经睡着的此刻，它们发生了。它们不需要被记住，它们只需要发生。就像草原上的草，每天长高1毫米，没有人看见，但它们长高了。就像风，每天吹过同一个地方，没有人注意，但石头被磨圆了。就像你，每天吃一罐豆子，每天躺下来，每天闭上眼睛，每天醒来。这些事情重复了无数次，但每一次都不一样。每一次的豆子味道都不一样，每一次的篝火温度都不一样，每一次的困意深度都不一样。你不需要记住这些不一样，
你只需要经历它们，在你的身体里，在你的呼吸里，在你的睡眠里。现在你可以睡了，不是将要睡，不是准备睡，是正在睡。你已经在这个过程里了。你的眼睛闭上了，你的嘴巴微微张着，你的手不再动了。你的呼吸变得更深、更慢、更轻，你的心跳变得更缓、更稳、更沉。你的脑子不再想任何事情，不再回忆，不再计划，不再担心，它只是在运行，像一台不需要燃料的机器，以最低的功率维持着你最基本的生命。你的身体在做它该做的事情，消化豆子，修复细胞，储存能量。你不需要指挥它，它自己知道怎么做。你只需要放手，放开所有的控制，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念头，让身体自己来，让呼吸自己来，让睡眠自己来。你只是在那里，在黑暗中，在温暖中，在安静中。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只有现在。这个现在很长，长到没有尽头。这个现在很宽，宽到装得下整片草原。这个现在很深，深到你可以一直沉下去，沉到最底下，沉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。那里没有声音，没有光线，没有重量，只有你，只有你的呼吸，只有你的心跳，只有这个正在慢慢消失的夜晚。你听到了吗？那个声音，不是篝火，不是风，不是牛，是安静本身。安静在说话，用一种你听不懂的语言。它不需要你听懂，只需要你听着。你的耳朵是开着的，你的心是开着的，你的睡眠是开着的。所有的门都开着，所有的窗都开着，所有的通道都开着。安静从这些开口涌进来，填满你的每一个空隙。你的身体里没有豆子了，没有咸肉了，没有铁锅了，只有安静。你的脑子里没有声音了，没有图像了，没有文字了，只有安静。你的心里没有期待了，没有遗憾了，没有恐惧了，只有安静。你是安静的，安静是你的，你们是一体的，分不开的。你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安静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。你只是在安静里，像一滴水在海里，像一粒沙在沙漠里，像一颗星星在银河里。你很小，但你也在。你不需要很大，你只需要在。晚安。不是我说给你的，是草原说给你的，是风说给你的，是星星说给你的。他们一直在说，只是你之前没有听到。现在你听到了。在你的睡眠里，在你的呼吸里，在你的身体最深处，那个声音很轻，轻到你的耳朵捕捉不到，但你的灵魂听到了。他说：睡吧，不用再撑着，不用再醒着，不用再记着，你可以放下了。放下这个夜晚，放下这罐豆子，放下这片草原。他们不会走，他们会在这里，
等你明天醒来。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，篝火还会重新点燃，豆子还会在铁锅里咕嘟，但那是明天的事。现在你只需要睡，深深的，沉沉的，安静的，没有梦，没有声音，没有时间，只有你，只有这里，只有晚安。